伊姆就要派出神之骑士团了，五老星也全员变成怪兽了。面对天龙人的最强战力，门吉迪龙的实力到底如何？大家好，我是朱二笨。海贼王最终章一大看点就是龙率领的革命军与天龙人神之骑士团的正面交锋，双方的实力正在逐渐浮出水面。而作为革命军一方老大的龙，实力至今还是个谜团。连载到1090话为止，龙还没有在漫画中认真出手战斗过，但他的行动还是留下了许多线索。首先是关于他的霸气实力，萨博拜龙为师，后来他使用的绝技龙爪拳，很可能就是从龙那里学来的。龙爪拳本身是一种威力强大的体技，而萨博通常还会用上武装色霸气强化，进一步提升破坏力。龙作为他的师傅，霸气方面的实力肯定也是强者级别。当年在顶上战争中，卡普看到路飞觉醒霸王色的瞬间，说了一句：“果然是与生俱来的。”这话的意思就好像是路飞继承了非常不得了的血脉，这种霸气资质很可能就是从龙、卡普这样一脉相承下来。霸王色号称王的资质，以现在龙的地位，世界最凶恶的罪犯也绝对配得上。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龙也是霸王色霸气的使用者，只是还没有实锤。霸气在这个版本里有多重要，就不用在这里赘述了吧。可以说，只有具备强劲的霸气实力，才有资格登上巅峰的舞台。即便是开了5档的路飞，照样要老老实实吃开老师的胶棒。龙即便是在没有其他能力的前提下，单靠霸气和龙爪拳也足够强劲，更何况他是真的还有其他强大的能力。关于龙的恶魔果实能力，多年来大家也讨论的非常多。其实目前漫画中也留下了一些线索。首先就是龙的几次关键登场，都带有非常强烈的风。第一次是在罗格镇，路飞被巴基绑上主刑台后就开始变天，当时尾田给了娜美好几个特写，他已经提前感知到了天气的变化。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一道惊雷直接劈中了巴基，救下了路飞。紧接着风向也变成了西风，是对路飞他们有利的顺风，就好像有人要帮助他们出航一样。后来路飞被斯莫格抓住，龙直接现身救下了路飞。这一幕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细节。首先是斯莫格正准备拿起武器时，有非常明显的一阵狂风刮过，而之前斯莫格发动烟雾能力虐菜路飞时还没有风，瞬间斯莫格的武器就被龙抓住了。龙可以说是突然出现的，所以斯莫格完全没有察觉到。这种在风中突然出现的身影，就很像自然系的元素化。顺带一提，这里龙抓住的是武器的手柄，斯莫格这把石手只有前端是海楼石，握柄处并不是，也很符合能力者的特点。龙在拦下斯莫格后，又刮起了一阵狂风，直接把海军的队伍吹散，连带着把路飞送走。这里漫画中喊了一句暴风，算是给这股能力证明了。但需要注意，龙此时并没有开口，暴风是海军们喊的。而这里的细节是，龙的右手在这一幕并没有看到，而在下一幕，他又伸出了右手送别路飞，就好像这只手刚刚元素化了一样。第二次关键登场是在萨博的回忆里，不确定物终点站大火的当天，漫画中一上来就描写了戈亚王国当天刮起了大风。尾田通常不会设计无意义的桥段，这个风的特写在随后几处分镜里都有出现，明显是在告诉我们有一阵未知的风到来了。接着在当晚的大火中，又是一道夹杂着狂风的冲击波，在火场中炸出了一条生路，而路的尽头就是革命军的主舰温特格拉马号。温特也正是代表着风。从后来伊万科夫与龙的对话来看，很明显这次救援就是龙出手的。在之后的几个分镜里也有非常明显的狂风线条。这故事还没完，第二天萨博出海遭到天龙人炮击，就在快要淹死的时候，龙又一次突然出现救走了萨博，并很快回到了船上。注意看这时候龙身上如同烟雾一样的效果，非常像是刚刚元素化后变回人形的效果。身后手下的反应也很好玩，似乎对龙的突然现身非常意外。只有老伙计伊万科夫还在嫌弃龙太慢了，又从侧面暗示龙通常是来去无踪，并且行动迅速，也很符合风的特点。而这个风元素还能解释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革命军可以快速穿越伟大航路？比如龙救走了萨博后，就回到了革命军总部巴鲁迪哥。这座岛屿位于伟大航路，按照正常路线，想要进入伟大航路必须经过颠倒山，而要离开伟大航路则必须冒险穿越无风带。海贼王里大多数船都是帆船，需要依靠风力航行，所以一进入无风带就是等死的状态。可是龙的船既能从巴鲁迪哥来到东海，也能很快从东海回到巴鲁迪哥。一种可能是大雄用肉球果实的能力直接把船拍飞，而另一种可能是龙的能力可以产生狂风，并且可以任意操控风向，可以让船在没有风的海域正常航行，甚至飞越红土大陆。而革命军的总部巴鲁迪哥也有一些细节，这座岛屿外号白土之岛，地表看起来都被荒漠覆盖，刮着非常强烈的沙尘和狂风，恰好也符合龙的特点。许多小伙伴也注意到，革命军大部分干部都会戴着一副眼镜，这既有可能是因为常年待在巴鲁迪哥的习惯，也有可能是当龙发动风暴时用来保持自己的视野。至于伊万科夫为什么不用戴眼镜，他的睫毛太长了。总结以上这些线索，龙的能力设定与风有很强的关联性，但是目前还没有决定性的依据来判断能力的系别。看起来龙并不是什么天气果实，它更像是用风来影响气象。那么除了实力以外，龙的身上还有许多谜团，
有经典的脸上的拖鞋印，它到底象征着什么意思？多年来众说纷纭，但是并没有找到答案。在1066画中，我们看到了年轻时的龙，他的腿上正好就绑着一条特殊的带子，图案与后来脸上的纹身非常像。那时候龙还不是革命军，而是隶属于一个叫自勇军的组织，也许是某种同伴的象征。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军的旗帜，海贼王中的旗帜通常都代表着首领的特征，比如草帽海贼团的标志是一个草帽骷髅，红发海贼团的标志是3道爪痕，而革命军这个图案，与其说是人的骷髅，不如说更像是龙骨，字母 RA 代表革命军的英文名缩写，一对翅膀既能代表自由，又是西方龙的象征。龙的名字多拉贡也是西方龙的意思。当年在587话的扉页，龙就穿着一件印有西方龙的 T 恤，但有趣的是，革命军的船却是东方龙的装饰。好家伙，整一个东西结合，龙这个元素与龙本人的能力会不会也有潜在联系呢？等我一天来填坑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门崎地龙的实力简单推测啦，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我是朱亚本，我们下期见啦。